您好，欢迎来到睡前故事会。今晚我们不读枯燥的史书，请试着调暗你身边的灯光，让思绪随着窗外的夜色飘向公元324年建康城外的那片南岗刑场。秋风卷着沙土拍打在刀斧手脸上，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血腥与肃杀之气。一个衣衫凌乱却神色安详的中年男人跪在地上，明晃晃的刀刃反射着冰冷的日光。远处监斩台上，大权在握的叛臣王敦正用夹杂着恐惧与暴怒的眼神死死盯着他这个即将身首异处的死囚，就是被后世奉为风水祖师爷的郭璞。这简直是一个滑天下之大稽的悖论。一个精通奇门遁甲，被视为能窥探天机、逆天改命的玄学第一人，为什么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如果他真的拥有扭转乾坤的能力，为什么眼睁睁看着自己走向身首异处的绝路？要解开这个萦绕千年神坛的终极争议，我们必须把目光从血淋淋的刑场上移开，把时间轴往回拨动10几年，回到那个大厦将倾的西晋末年。那时的都城洛阳正处在一种病态而糜烂的狂欢之中。西晋的门阀士族们穿着宽大长袍，脸上涂着厚厚脂粉，服食着置换的五石散，在奢华的庄园里高谈阔论着老庄哲学，进行着被称作清谈的高级辩论。而在这些虚无缥缈的清谈之外，帝国的北方防线已经千疮百孔，匈奴人劫掠的铁骑正像黑色潮水一样在长城以外集结，随时准备吞噬中原大地。当时的郭璞虽然出身河东世家大族，但他没有沉溺于那种醉生梦死的贵族游戏。在《晋书》那干瘪的字里行间，记载了他在历史大变局前夕的一个细微动作。他在自己安静的书房里摆出了易经的贡草，进行了一次异常严肃的推演。当复杂的卦象在桌面上最终成型时，郭璞发出了一生中最沉重的一声长叹。史书原文记录了他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千里将淹于异类，桑梓其简为龙荒乎？意思是天下百姓马上就要在异族的铁蹄下咽气，我们的故乡即将沦为胡人放牧的荒野。这绝不是文人伤春悲秋的无病呻吟，而是一个顶级的术数大师通过庞大的数据运算和对时局的绝对洞察得出的末日判决书。在那个所有人都被西晋王朝表面繁华所麻痹的时刻，郭璞成了这艘巨轮上唯一的清醒者。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那些整天探讨玄理的清谈名士根本挡不住匈奴人冰冷的弯刀。大汉民族即将迎来一场长达数百年的浩劫永嘉之乱。对于一个拥有绝顶智慧的人来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提前看到了毁灭的结局，却无力去改变整个国家的命运。郭璞没有试图去叫醒那些装睡的权贵，他知道那只会给自己招来无妄之灾。他做出了一个最冷酷也最符合生存本能的决定，立刻抛弃北方优渥的生活，暗中联络宗族亲属，收拾起最核心的细软，赶在地狱的大门还没有完全关上之前逃离这片即将化为焦土的中原。当郭璞带领着家族的马车匆匆驶出河东郡城门时，身后的北方大地上已经隐隐升起了匈奴人劫掠的黑色烽烟。凄厉的惨叫声和战马的嘶鸣声开始撕裂那片曾经弦歌不绝的文明故土。西晋王朝的丧钟正式敲响，无数中原士族就像被狂风卷起的落叶，被无情地抛入了血火交织的逃亡之路。在这场被称为衣冠南渡的大溃逃中，昔日高高在上的门阀士族被彻底剥去了所有尊严的伪装，曾经用来标榜身份的钟鼎、玉器、绝版竹简被随意丢弃在泥泞的沟壑里。平日里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世家子弟，此刻只能与流民挤在一起，在塞满残骸的荒野上艰难跋涉。在失去秩序的乱世，手中没有握刀剑的文人脆弱的就像风中的枯草，
他们引以为傲的诗词歌赋和玄妙清谈挡不住匈奴骑兵冲锋的铁蹄，也挡不住沿途乱兵土匪的劫掠。在这条充满饥饿、疫病和杀戮的漫长道路上，人命变成了最不值钱的消耗品。郭璞的家族同样面临着随时被乱军吞噬的绝境，他们没有精锐的部曲护卫，也没有堆积如山的粮草，但郭璞拥有一样在这个时代最为稀缺，也最能震慑人心的生存筹码。他对阴阳五行、奇门遁甲那深不可测的掌控力。当逃亡队伍艰难地行进到中原腹地时，他们迎头撞上了一支杀气腾腾的军队，统帅是当时拥兵自重、性格残暴的军阀赵固。在这些刀头舔血的军阀眼中，手无寸铁的流亡士卒不过是可以随意宰割的肥羊。但郭璞并没有像其他文人那样跪地哀求，也没有试图用儒家仁义道德去感化这群骄兵悍将。他敏锐地察觉到了赵固军营里弥漫着一种异样的沉闷与焦躁。经过探听得知，原来是赵固最心爱的一匹绝世良马突然暴毙了。在那个战马就是将领第二生命的时代，这匹宝马的死让赵固痛不欲生，他甚至愤怒悲痛到拒绝进食。整个军营都因为主将的怒火而笼罩在随时可能爆发杀戮的高压之中。郭璞那双看透世事的眼睛里闪过了一丝极为冷静的微光，他知道这匹死去的马就是他为全族人换取一张乱世护身符的绝佳契机。他毫不犹豫地让自己的门徒前去求见赵固，放出了一句话：我的主人能够让你那匹死马起死回生。这句话传到赵固耳朵里，这位见惯了生死的粗犷军阀震惊地从卧榻上跳了起来，立刻命人将郭璞请进大帐，用一种充满了怀疑却又带着极度渴望的眼神死死盯着这个落魄的文人。在禁书的记载中，郭璞面对赵固的审视没有丝毫慌乱与怯场，他直接给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觉得匪夷所思的指令，让赵固立刻派出20-30个身体强壮的士兵，每个人手里拿着长长的竹竿，向正东方向骑行30里。那里有一片丘陵和古老的寺庙，到了之后，让士兵们用竹竿奋力敲打树林草丛，大声呐喊。郭璞笃定地说，到时候一定会有一个怪物跑出来，你们务必要将他活捉回来。赵固虽然满腹狐疑，但在死马复生的巨大诱惑下，还是半信半疑地派出了这支队伍。历史的记载在这里呈现出了一种令人敬畏的神秘色彩。士兵们严格按照郭璞的指示向东狂奔30里，在丘陵的社庙旁疯狂击打草丛，真的抓住了一个形状既像猕猴的奇异生物，并将它死死捆住，带回了军营。当这只似猴非猴的生物被押解到那匹已经僵硬的死马跟前时，郭璞让人松开了他的束缚。只见那只奇异的生物凑到死马的鼻孔前，深深的吸气，又缓缓的吐气。就在这几个诡异的呼吸之间，那个奇异的生物突然凭空消失了。而下一秒，那匹原本已经死透的战马竟然不可思议地打了个响鼻，猛地从地上翻身站了起来，扬起四蹄，在大营里奔跑嘶鸣，精神抖擞，与活着的时候没有任何分别。这一幕彻底击穿了赵固和所有在场将士的心理防线。在古代军阀的认知体系里，这种能够逆转生死的玄学力量，比千军万马还要让人感到恐惧与敬畏。赵固看着眼前这个神色淡然的郭璞，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不仅送上了丰厚的金银财宝，更是将郭璞奉若神明。有了赵固这层关系，郭璞的家族在这段最危险的逃亡路段上得到了军阀武装的绝对庇护。郭璞没有用刀剑，也没有用金钱，仅仅是运用了这门深不可测的玄学奇术，就精准地拿捏了乱世军阀对未知力量的敬畏，为全族人换来了一条畅通无阻的生命通道。但这仅仅是难度路上的一道关卡。
当逃亡队伍继续向东南方向挺进时，郭璞那超乎常人的预判能力即将再次将他们从死亡的泥潭中强行拉出。当郭璞一家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抵达庐江郡时，他们本以为可以暂时喘一口气。庐江太守胡孟康是一位热情好客的官员，他看到中原的名士们纷纷逃难至此，便大开府门，将这些南下的名流贵族招揽进自己的麾下，整日设宴款待。在经历了漫长而惊恐的逃亡后，庐江城里那安逸的酒宴和舒适的床榻，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无法抗拒的诱惑。许多同行的北方士族都决定留在庐江，认为这里有坚固的城墙和太守的重兵把守，足以抵御北方的战火。胡孟康也极力挽留郭璞，希望这位名声在外的玄学大师能留在庐江为自己效力。但郭璞并没有被这短暂的安宁所麻痹，他在太守府那歌舞升平的后院里避开众人的视线，再次抛出了手中的占卜铜钱。当卦象显现的那一刻，郭璞的脸色变得异常凝重。在这座看似坚不可摧的庐江城上空，早已凝聚着杀戮与毁灭的血光。他立刻找到太守胡孟康，以严肃的口吻警告他，庐江即将大难临头，必须立刻组织兵马向南撤退。但沉浸在安逸中的胡孟康看着城外平静的田野和高耸的城墙，对郭璞的警告嗤之以鼻。他不相信战火会这么快烧到江淮大地，更不相信一个算卦的能比他这个手握重兵的太守更懂军事。面对胡孟康的盲目自信和坚决不肯撤离的态度，郭璞没有进行任何无意义的争辩。他深知，在这个命如草芥的时代，永远不要试图去拯救一个执意要留在沉船上的人。郭璞果断地转过身，连夜召集了自己的族人，没有带走庐江的一粒粮食，像一阵风一样悄无声息地撤出了这座被他判定为死地的城池。那些留在庐江的同行名士们，有的还在背后嘲笑郭璞的胆小如鼠，笑他放着安稳的日子，不过偏要去过颠沛流离的生活。但历史的耳光总是以一种残酷的方式抽在那些短视者的脸上。就在郭璞带领家族离开庐江后，仅仅过了几个星期，凶残的叛军主力突然犹如神兵天降，将庐江城团团包围。那座胡孟康引以为傲的城墙在叛军的猛烈攻击下瞬间土崩瓦解，叛军冲进城内，展开了惨绝人寰的屠城。胡孟康兵败身亡，那些曾经嘲笑郭璞的名士们也全部倒在了叛军的屠刀之下。庐江城化作了一片火海，无数冤魂在焦黑的废墟上空哀嚎。而此时的郭璞已经带领着全族老小站在了长江的北岸，他听着身后遥远方向传来的隐隐杀伐之声，看着脚下滚滚东去的长江水，心中没有劫后余生的狂喜，只有一种对天地无常、人命如蚁的深深敬畏。这两次惊心动魄的死里逃生，彻底证明了郭璞那套玄学体系在这个乱世中的绝对价值。它不仅是一门深奥的学问，更是一个在浓重战争迷雾中能够精准规避死亡暗礁的超级雷达。正是依靠着这种超乎常人的预知能力和果断的执行力，郭璞的家族才得以在尸横遍野的中原大地上完整的存活下来。现在，那条浩浩荡荡、横无际涯的长江横亘在他们面前，这条江水就像一道物理上的巨大结界，将北方的战火与南方的水乡彻底隔绝开来。当郭璞踏上渡江的木船，感受着江风卷起的湿润水汽扑打在脸上时，他知道自己终于逃离了那个充斥着杀戮与胡人铁骑的地狱。但随着渡船渐渐靠近南岸的码头，郭璞的目光越过江面投向那座被烟雨笼罩的江南重镇建康。他那敏锐的直觉告诉他，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这片看似平静的江南水乡，对他们这些失去了一切的北方流亡士族来说，绝不是一个
可以轻易敞开怀抱的安乐窝，那里没有匈奴人的弯刀，却有着比弯刀更加锋利、更加伤人的隐形壁垒。当时的建康城还不是那个后来繁华至极的南朝帝都，它的实际掌控者是那些世世代代盘踞在江东的本土门阀顾氏、陆氏、朱氏、张氏这样的江南大族，对北方逃难而来的士族充满了一种本能的排斥与轻视。在他们眼里，这些在北方丢了祖宅、狼狈逃窜的贵族不过是一群失去根基的丧家之犬。江南士族甚至给北方人起了一个充满侮辱性的称呼，叫做 Srenchu。 在这种极度排外的氛围下，北方士族想要在江南的上流社会站稳脚跟，简直比登天还难。就连当时同样难度而来，代表着司马氏皇权的琅琊王司马睿，在初到建康整整1个多月里，都没有一个江南名士愿意登门拜访，连皇室宗亲都遭受如此冷遇，更何况是郭璞这样一个失去官职、一无所有的落魄名士。郭璞没有庞大的部曲，没有堆积如山的财富，他在北方的门第，在江东人眼里也不值一提，但他并没有在江南的冷眼与嘲笑中自暴自弃。过江后，郭璞首先被宣城太守殷右看中，聘为参军。正是在宣城，郭璞迎来了他在江南的第一次公开施法。有一天，城墙外突然出现了一个体型庞大如水牛的怪物，它浑身灰色，长着短矮的四肢，脚长像大象，胸前和尾巴上的毛却是白色的。这个怪物力大无穷，行动迟缓，就在城墙下徘徊。守城的士兵和全城的百姓都跑来围观，恐慌的情绪在人群中迅速蔓延，人们害怕这是上天降下的灾祸预兆。殷右立刻派人埋伏在城门周围，准备将其抓获，同时紧急召见郭璞，让他起卦占卜。郭璞从容地拿出暗草，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推演，得出了一个遁卦变卜卦的卦象。看着复杂的卦象，郭璞当场吟诵出了一段犹如判词般的卦词，断言这个怪物名叫吕鼠，虽然体型巨大，但并不是带来灭顶之灾的神兽，而且它注定会被捕获或击伤。卜卦刚刚结束，埋伏在城外的士兵就用长戟猛地刺中了那个怪物，戟刃刺入怪物身体1尺多深，怪物受了重伤，转身逃进深山，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件原本可能引发全城恐慌的离奇事件，被郭璞用几句精准的卦词轻描淡写地化解了。郭璞的名字开始在江东的地方官员中悄悄传开。没过多久，殷右被调往建康担任石头城都护，郭璞也顺理成章地跟着来到了这座未来的帝都。建康的局势比宣城更加复杂，各种流言蜚语和政治暗流在街头巷尾涌动。就在这时，建康城东面的延陵县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公鼠。这种反常的动物聚集现象，在古人眼里往往是大灾大难的前兆。建康城内的士族们再次陷入了恐慌。郭璞听到这个消息后再次起卦，这一次他给出的不仅是对动物的解释，更是对江东政局的一次大胆精准的预言。他公开断言，延陵出现虞蜀，意味着郡东方向马上就会出现一个想要自称帝王、发动叛乱的妖人。但大家不必惊慌，因为这个人很快就会自己走向灭亡。郭璞还进一步预言，不久之后还会有一种长得像茱萸的妖树生长出来，枝干交错纠缠。如果出现这种树，那么东南方数百里之外，明年必定还会有人起兵造反。这2个预言抛出时，建康城的江南士族们大多抱着看笑话的心态，觉得这个北方来的术士简直是信口开河。然而历史的齿轮却严丝合缝地扣上了郭璞的预言。没过多久，吴兴郡的徐父果然起兵叛乱，并狂妄地想要称帝。但这场叛乱如同郭璞所说，迅速被镇压，徐父兵败身亡。紧接着无锡县
真的长出了4株枝干交错纠缠的奇异茱萸树。而到了第2年，吴兴一带再次爆发了规模浩大的武装叛乱。当所有的预言都以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精确度在现实中一一应验时，建康城的权贵们彻底被震撼了。他们终于收起了那种居高临下的鄙夷，开始用一种充满敬畏的眼光重新打量这个名叫郭璞的北方人。在那个缺乏信息安全感，每个人都不知道明天是否还能活着的乱世，那些原本眼高于顶的世家大族开始放下身段，主动派人带着丰厚的礼物来到郭璞简陋的居所前求取一卦。但郭璞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追捧，展现出了一种清醒的克制。他不收重金，也不刻意逢迎，只是尽心尽力地解答疑惑，用他那套浩瀚的术数知识为这些迷茫的贵族们指点迷津。除了神乎其神的占卜术，郭璞还拿出了一样让江南文人彻底折服的绝技，他倾注心血写下的一篇足以流芳百世的江赋。江南士族不仅排外，而且看重文化品味，他们一直认为北方人大多是不懂风雅的粗鄙之徒。但当江赋的抄本在建康城内流传开来时，整个江东文坛陷入了一片死寂，随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惊叹。郭璞在赋中生动地描绘了长江的浩渺壮丽，水族的繁盛奇特，辞藻华丽到了极点，气势磅礴。史书上用词赋为中兴之冠来形容这篇作品的地位。那些原本傲慢的江南名士读到这篇赋时惊得瞠目结舌。郭璞用无可挑剔的文字证明他不仅能洞察天机，更在文学造诣上足以碾压整个江南文坛。文采与术数的双重加持，让郭璞在建康城彻底站稳了脚跟。这种不卑不亢的态度与横溢的才华，反而让他在这群清高的士族中赢得了更深的尊重。他用一束蕊草、一支生花的妙笔和一双能看透天机的眼睛，硬生生地在江南那道排外的隐形壁垒上凿出了一个巨大的缺口。郭璞的名声就像是江南3月的春雨，润物细无声地渗透进了建康城的每一个角落。无论是北方南渡的流亡士族，还是江东本土的名门望族，都在谈论着这位料事如神、才华绝代的术士。这股名声的涟漪最终不可避免地向建康城最核心也最深不可测的权力中枢荡漾而去，越过那重重叠叠的青砖粉墙，飘进了一座决定着整个东晋王朝生死存亡的深宅大院——琅琊王氏的府邸。在这座府邸的深处，那个一手策划了衣冠南渡，被称为东晋大厦基石的王导，正皱着眉头在书房里来回踱步。他正在为新政权如何才能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真正树立威信，让天下归心而苦苦思索。当郭璞的名字和那首震动江南的江赋一起传到王导的耳朵里时，这位极具政治手腕的当朝宰相突然停下了脚步，目光中闪过一丝异常敏锐的精光。他意识到，这个在江南声名鹊起的北方名士，或许正是他用来破解当下政治死局的一把绝佳钥匙。当王导派出的那辆质朴却规格极高的轻车稳稳地停在郭璞简陋的居所门前时，建康城上空的阴雨刚刚停歇，空气中透着一丝初春的凛冽。郭璞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受宠若惊，他整理了一下那身略显陈旧的长衫，从容地登上了马车。伴随着车轮碾过青石板路的辘辘声，马车缓缓驶入了那条决定着东晋王朝命运的乌衣巷。当宰相府那2扇厚重的朱漆大门在郭璞面前缓缓推开时，他看到的不是金碧辉煌的奢靡陈设，而是一间堆满了案卷、弥漫着沉水香气味的幽暗书房。在这间书房的中央，站着那个一手策划了衣冠南渡，被誉为江左管夷吾的当朝名臣王导。王导的脸色显得异常疲惫，眼底布满了血丝，眉头紧紧地锁在一起。作为整个南渡流亡政权的总设计师，王导此刻
正背负着一座足以压垮任何人的沉重大山。他所辅佐的琅琊王司马睿，在法理上其实面临着一个尴尬，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绝境。司马睿原本只是西晋皇室中一个血脉疏远、地位边缘的藩王，在讲究血统正宗、门第森严的封建时代，他根本没有资格继承大晋王朝的皇位大统。更要命的是，随着洛阳和长安的相继陷落，象征着皇权绝对合法性的传国玉玺已经落入了北方胡人手中。没有了传国玉玺，司马睿在江南士族眼里不过是一个带着一群北方残兵败将跑到别人地盘上避难的落魄亲王。那些盘踞在江东的本土门阀表面上对司马睿客客气气，背地里却常常称呼他为白板天子，充满了毫不掩饰的轻视。而那些跟着司马睿南渡的北方士族，同样因为失去了北方的故土和庄园，整日沉浸在丧家之犬的屈辱和迷茫之中。这种上下离心、内外不服的政治危局，就像是一座建在沙滩上的华丽宫殿，随时都会在江南的阴雨中轰然坍塌。王导比任何人都清楚，司马睿想要在江东真正立足，想要让南北士族心甘情愿地向他俯首称臣，仅仅依靠军队的武力镇压或者利益的讨价还价是远远不够的。新政权急需一套能够超越世俗权力、无可辩驳的神圣叙事，急需一个来自上天的绝对意志来向天下人证明司马睿就是天命所归的真龙天子。但王导是个务实的政治家，他手下的那些谋臣武将擅长的是排兵布阵和钱粮筹措，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空捏造出一套足以让天下人信服的政治神学。直到郭璞在江南横空出世，用那神乎其神的预言和才华震慑了整个建康城的名门望族，王导在那一刻终于找到了破解危局的完美答案。当郭璞走进书房与王导四目相对时，两位同样绝顶聪明的大脑在无声中完成了一次深刻的试探。王导没有像对待普通幕僚那样去拷问郭璞的行政能力或者军事兵法，他亲自为郭璞倒了一盏热茶，然后指着书房墙壁上那幅已经残缺不全的大晋疆域图，用一种极度压抑却又带着无尽期盼的语气抛出了那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中原沦丧，神器蒙尘，先生既然能洞察天机，敢问我大晋的国运真的已经走到尽头了吗？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国家命运的悲情提问，更是一次对郭璞政治站位和玄学解构能力的终极考验。如果郭璞顺着战败的惨状说晋朝气数已尽，那他今天就绝对走不出这间宰相府的书房。如果他只是用一些肤浅的吉祥话来逢迎王导，那他就失去了作为一个顶级智囊的独特价值。郭璞静静地看着那幅疆域图，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缓缓放下手中的茶盏，眼神突然变得无比深邃，仿佛穿透了书房的屋顶，直抵那浩瀚无垠的宇宙星空。他用一种笃定犹如黄钟大吕般的声音向王导展示了一套足以重塑整个东晋王朝政治合法性的宏大理论。郭璞说，洛阳的倾覆确实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人间浩劫，但在易经的浩瀚卦象和星辰的运行轨迹中，这并非是大晋王朝的彻底终结，而是一次顺应天道的伟大剥离。中原之地如今已经被极致的阴寒之气所笼罩，胡人的铁骑正是这股阴气的具象化表现。但亦有云：物极必反，波及必复。当北方的阳气被压迫到了极点时，大晋王朝那一脉相承的帝王之气并没有消亡，而是随着天象的运转悄然跨过了长江，降临到了这片充满生机的东南大地上。郭璞进一步将这套玄学理论与现实的政治人物进行了天衣无缝的绑定。他目光炯炯地看着王导一字一句的断言：琅琊王虽然不是嫡系正统，但天意从来不拘泥于世俗的族谱。微臣在夜观天象时，早已看到代表着帝王威仪的紫微星光正垂照在建康城的上空，
这场看似屈辱的南渡逃亡，在天道的宏大叙事中，其实是一场保全华夏血脉的中兴之举。琅琊王承接的正是这股被上天刻意保留下来的中兴之气，他就是这片土地上命中注定的真龙天子。这番话没有使用任何苍白无力的政治说教，而是直接动用了当时人们最敬畏的宇宙法则。郭璞用一种高超的玄学逻辑，把一场丢盔弃甲的军事大溃败，完美的包装成了一次顺应天命的战略转移，把司马睿那个尴尬的血统问题，直接用上天的意志进行了彻底的覆盖和洗白。这套名为中兴的政治神学，就像是一场及时雨，瞬间浇灭了王导心中所有的焦虑与不安。他不仅为新政权找到了最无懈可击的合法性外衣，更是在心理上给了所有南渡士族一个强大的精神抚慰。我们不是逃兵，我们是奉了上天的旨意，带着华夏的文明火种来到江南，等待着龙气复苏的伟大中兴。王导听完这番话，握着茶盏的手激动得微微颤抖，他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重新燃起了熊熊的烈火。他深知这套理论如果出自别人之口，或许会被当作无稽之谈，但如果是出自郭璞这个算无一策，被整个江南士族视为神明的玄学大师之口，那就等于是一道无可辩驳的神谕。禁书中明确记载，就在这次会面之后，王导立刻将郭璞引为参军，奉为自己最核心的心腹智囊。而郭璞也没有辜负王导的期望，他很快就挥毫泼墨写下了一篇震动朝野的劝进表。在这份正式的官方文书中，郭璞用他那无与伦比的文学才华和深厚的术数功底引经据典，列举了近期出现的种种星象变化和奇异瑞兆，用笃定的笔触向全天下宣告：天命早已降临江南，司马睿必须顺应上天的旨意，立刻登基称帝。当这份由玄学第一人亲自背书的劝进表在健康城内公开发表时，那些原本还在观望甚至心存轻视的江南本土士族，终于彻底低下了他们高昂的头颅。在那个普遍迷信天人感应的时代，违背郭璞的预言就等同于违背上天，这是任何人都不敢承担的巨大政治风险。司马睿登基称帝的最大理论障碍就这样被郭璞用几篇文辞华丽的玄学报告轻描淡写地扫除了。东晋王朝终于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神圣威权。在宰相府那间幽暗的书房里，王导紧紧地握住了郭璞那双干瘦的手，眼中充满了对这位旷世奇才的由衷敬佩与深深感激。但这套完美的中兴理论虽然在精神层面上确立了政权的合法性，却依然像是一个漂浮在半空中的虚幻气泡，缺乏一个坚实的物质载体来让天下人真切地看到并相信。天命需要一个容器，帝王的威仪需要一座宏伟的都城来安放。王导松开郭璞的手，将目光投向了书房外那片依然有些荒凉的健康城。他知道要让这股新生的中兴之气彻底在这片土地上扎根，他们必须在大地上刻下一道永远无法磨灭的神圣符文。那时的健康城还残留着当年东吴灭亡时的破败与荒凉，在那些刚刚跨过长江、惊魂未定的北方流亡士族眼中，这片遍布着水网和泥沼的江南水乡，无论多么秀丽，也终究不是中原的天下正统。史书上记载过一个著名的悲情画面，叫做新亭对泣。在一个风景与北方相似的晴朗日子里，南渡的名士们聚集在健康城外的新亭饮宴，看着眼前的山水，有人忍不住叹息，风景没有多大差异，只是山河却已经改变了。这句话瞬间触动了所有人内心最深处的创伤，满座的北方贵族竟然相视痛哭，眼泪打湿了衣襟。他们哭的不仅仅是回不去的故乡，更是那种丧失了宇宙中心地位的极度惶恐。在古人的观念里，洛阳是天下的中心，是皇权与神明交汇的神圣原点。
而现在他们龟缩在长江以南的边缘地带。如果没有一个在风水与礼制上足以媲美洛阳的新都城，东晋王朝就永远只是一群寄人篱下的流亡者，永远无法在心理上真正的站立起来。王导虽然在宴会上严厉呵斥了众人的痛哭，但他心里非常清楚，呵斥只能暂时压制恐惧，要真正让这些门阀士族安心扎根，必须在健康大地上建起一座全新的精神堡垒。郭璞接过了这个重任，他带着简陋的侧影、土龟与水准器具，独自一人走出了健康残破的城门。他没有急于在平地上画图纸，而是迎着江风徒步攀上了健康城东北方向的中山。站在中山的最高处，郭璞的目光越过浩荡的长江，凝视着这片交织着山川水系的陌生土地。在常人眼里，这里只是起伏的山丘和纵横的河道，但在郭璞这位顶级风水宗师的眼中，天地山川是一本写满了吉凶密码的巨大天书。他要做的就是破译这本天书，向全天下讲述一个关于东晋中兴的宏大地理叙事。郭璞站在山巅，指着脚下蜿蜒起伏的山脉和奔腾不息的长江，向身后的王导和群臣揭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空间秘密。他用一种庄严而神秘的语调宣告，天下的龙脉皆发源于西北的昆仑神山。中原的洛阳确实曾经是龙脉结穴的宝地，但那里的地气已经被连年的战火与杀戮彻底破坏。然而龙脉并没有随着洛阳的陷落而枯竭，它一路向东南奔腾，悄然潜入了浩瀚的长江之底。就在这健康城下，昆仑的龙脉破水而出，化作了我们脚下这座犹如巨龙盘伏的中山。这在风水学上被称为龙渡大江，是天地之间最罕见也最尊贵的一种帝王格局。郭璞的这番话绝不仅仅是看风水定吉凶那么简单，他是在用一种无可辩驳的地质神学彻底改写了东晋王朝的政治地理坐标。他告诉那些还在心庭痛哭的北方士族，你们以为自己是逃难来到了荒凉的江南，其实你们是跟随着天下龙脉的走向来到了天地间新的神圣中心。洛阳已经是一座死城，而健康才是大晋王朝浴火重生的风水龙眼。这套龙渡大江的理论瞬间击中了所有南渡士族内心最柔软也最渴望被安抚的地方，他们心中的屈辱与迷茫被这种宏大的风水叙事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顺应天命的自豪感。在奠定了健康作为天下中心的地理合法性之后，郭璞开始了严密的城市规划。他将风水学中天人合一的理念完美地复刻到了健康城的每一寸土地上。他把健康城北面的玄武湖规划为阻挡北方肃杀之气的巨大玄武水盾，引流秦淮河的水穿城而过，将这条河流比作天上的银河，让整座城市拥有了生生不息的水气循环。最让人拍案叫绝的是《丹阳记》等史料中明确记载的郭璞对健康皇宫正南门轴线的选定。按照传统的都城礼制，皇宫的正前方必须修建两座高耸的阙楼，以彰显天子的威严。但初建的东晋朝廷财力匮乏，根本无力承担这种浩大的面子工程。郭璞却微笑着摆了摆手，他带着众人来到皇宫的南门遗址，指着正南方10里之外的两座并肩矗立、形状犹如牛角的山峰，那叫牛首山。郭璞对司马睿说：“陛下何必耗费民力去修建人工的阙楼？这两座牛首山就是上天为大晋王朝特意安放的天然双阙，名为天阙。皇宫的正门只要对准牛首山，就能吸纳天地间的浩然正气，这比任何人工建造的建筑都要宏伟100倍。”司马睿听后大喜过望，当即拍板，按照郭璞的规划定下了皇宫的中轴线。在郭璞的精密布局下，一座顺应星辰轨迹、契合山川灵气的全新帝都
从江南的泥泞中拔地而起。它不仅有着城墙的坚固，更有着被风水学赋予的神圣光环。健康城不再是一个临时的避难所，而是成了一座在精神上足以与古都洛阳分庭抗礼的伟大都城。南渡的文武百官走进这座新城，看着那对准天阙的皇宫大门，听着秦淮河的水声，他们终于感觉到大晋王朝的根在这片陌生的江东大地上深深地扎了下去。郭璞用几根侧影的竹竿完成了一场堪称奇迹的空间政治学重塑。他用山水安抚了活人的恐惧，用星辰重建了帝国的威严。随着健康城池的日渐繁华，司马睿的皇权得到了空前的巩固。然而生者的城池虽然已经坚固，活人的身体虽然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但笼罩在这些流亡士族头顶的那层死亡阴影却并没有因为都城的建立而彻底散去。当夜深人静，疾病与衰老不可避免地降临时，一个直击灵魂的拷问便会横亘在每一个人的心头。他们的祖坟，那些世世代代安葬着先人的家族陵寝，都已经永远地丢在了胡人铁蹄践踏的北方中原。在古人深厚的宗法观念里，失去了祖坟就等于斩断了整个家族的灵魂根系。如果在这片陌生的江东大地上闭上双眼，他们的尸骨该埋向何处？那些在乱世中侥幸存活下来的子孙，又该依靠什么来获取上天的庇护与气运的延续？这种失去了生死坐标的极度虚无感，让整个南渡士族阶层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与绝望。而就在这个时候，郭璞的母亲不幸病故了。作为当时已经名满天下的玄学宗师，郭璞将如何安葬自己的母亲，瞬间成为了全天下士族关注的焦点。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试图从这位奇才的举动中寻找一丝解开生死死结的微光。禁书中记录了郭璞为母亲选定墓地时那个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惊人举动。他没有选择那些地势高耸、山清水秀的名山大川，而是将母亲的墓地选在了距离浔阳江相近的低洼地带。那里的地势低平，距离汹涌的江水仅只有100步之遥。按照当时的丧葬常识，把墓地选在这么靠近江水的地方，简直是大逆不道。江南的雨季一旦到来，江水暴涨，墓穴随时都会被淹没在滔滔水浪之中。许多当地的长者和名士纷纷跑来劝阻，甚至有人在背后指责郭璞是在拿母亲的尸骨当儿戏。但郭璞站在那块看似凶险的洼地前，面对众人的质疑，只是淡淡地留下了一句话：你们且看着吧，不出多少年，这里不仅不会被江水淹没，反而会变成坚固的陆地。这简直是一句违背了自然常理的狂言。没有人相信一条奔腾了1000年的大江会因为一座坟墓而改道。但历史的奇迹偏偏就在郭璞的笃定中真实地发生了。就在郭璞的母亲下葬之后不久，那片江域的水流竟然真的开始发生悄然的改变。江水携带着大量的泥沙在墓地周围不断淤积，原本逼近坟冢的江岸线竟然奇迹般地向外退去了数十里。那片曾经被众人视为避烟之地的坟冢周围长出了茂密的桑林，彻底变成了一片肥沃的高地。当这个消息传回健康城时，整个东晋朝野都被这种近乎改天换地的神秘力量彻底震慑了。郭璞用大自然的真实退让向天下人证明了他那双眼睛不仅能看透星辰的轨迹，更能洞悉大地深处最隐秘的呼吸。借着这股震慑人心的力量，郭璞在健康城的书房里铺开竹简，郑重地写下了那部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千古奇书《藏书》。在这部不到2000字的著作中，郭璞没有写那些装神弄鬼的符咒，而是用精炼的文字提出了一个彻底安抚了乱世人心的核心理论：藏者，成生气也，气成风则散，借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风水这两个字做出如此清晰、宏大且充满哲学意味的定义。郭璞告诉那些彷徨无措的南渡士族，埋葬先人绝对不仅仅是挖个坑，把尸骨掩埋那么简单。天地之间流淌着一股看不见摸不着的磅礴生气，父母的骸骨与子孙的血脉之间存在着一种同气相求的神秘共振。只要能够找到一处藏风聚气的风水宝地，将先人的遗骨安放在生气的汇聚之点，那么这股天地间的生气就会通过血脉的感应，源源不断地传递给活着的子孙。庇护家族在任何陌生的土地上重新繁荣。藏书的问世，就像是在东晋士族那片干涸的心理荒原上降下了一场甘霖。它不仅是一部象地术的理论总结，更是乱世中一剂药效最猛的心理止痛药。它在精神层面上为那些失去祖坟的北方贵族重新建立了一个生与死的坐标系。丢了北方的祖坟固然悲痛，但只要我们在这片江南的土地上按照藏书的法则去寻找新的风水宝穴，我们的家族血脉就不会断绝。我们在这个充满未知的乱世里，依然可以掌控子孙后代的命运。一时间，藏书成了健康城里洛阳纸贵的无上至宝，上至王导这样的当朝宰相，下至普通的门阀士族，无不对这部奇书顶礼膜拜。郭璞的名字在东晋初年的社会里被彻底推向了封神的神坛。他不仅是能够呼风唤雨的奇人，更是整个东晋上层建筑的灵魂导师。只要他一开口，无论是国家的都城选址，还是家族的陵墓选定，都没有人敢提出半个字的质疑。但名声的顶峰，往往也就是权力场上最危险的悬崖边缘。当一个人的威望大到让所有人都奉若神明，甚至其一言一行都能左右天下士族心理的时候，那个坐在皇宫深处龙椅上的皇帝，以及那些手握重兵、野心勃勃的权臣，绝不会对这种超越皇权的影响力视而不见。在讲究君臣尊卑的封建朝堂上，一个掌握着天机的人，如果不小心触碰了权力的逆鳞，等待他的将是比匈奴人的弯刀还要锋利100倍的政治屠刀。对于一个在乱世中看透了生死与兴衰的顶级聪明人来说，名望往往是最致命的毒药。在那个刚刚建立、内部派系倾轧惨烈的流亡政权里，琅琊王氏的势力只手遮天，甚至连皇帝司马睿都要看王导的脸色行事。天下流传着王与马共天下的称语，皇权与相权之间的明争暗斗，就像是深埋在健康城地下的炽热岩浆，随时都会将卷入其中的臣子烧得灰飞烟灭。郭璞深知自己的预言太过精准，名声太过响亮，如果这个时候还要在朝堂上指点江山，表现出对军政权力的热衷，那么无论是皇帝还是权臣，都会将他视为一个不可控的政治怪物，从而痛下杀手。为了彻底打消上位者的防备，这位能窥破天机的术数宗师硬生生地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权力场上的绝缘体。他接受了朝廷授予的著作佐郎、尚书郎等官职，但这些都是舞文弄墨、修史纂书的清流闲职。他每天穿着宽大的官服穿梭在朝堂之上，却绝口不提兵马钱粮，更不参与任何人事任命的争论。禁书中记载了他在朝为官时最典型的一种生存法则。东晋初年，江南大地接连发生多次地震和日食，天象的异动让本就根基不稳的朝野上下人心惶惶。皇帝司马睿下诏让群臣直言进谏，郭璞在这个时候充分发挥了他作为半仙的特权，接连上书。但如果你仔细研读他那些洋洋洒洒的奏章，你会发现一个微妙的政治智慧。他的奏章里通篇都是深奥的五行八卦和星象解读，他把自然灾害解释为上天对朝廷的警告，但在给出解决建议时却永远只有4个字：宽刑省赋。他劝皇帝要大赦天下，减轻百姓的劳役，修缮德行，以顺应天心。
绝不趁机去攻击政敌，绝不利用天灾去指控某位手握重兵的将军有谋反之意。这种圆滑的上书既展示了他心系天下的忠臣姿态，又完美地避开了所有得罪人的政治雷区。在皇帝和权臣的眼里，郭璞成了一个只会看星星、算卦象、满口仁义道德的无害文人。不仅在政务上刻意边缘化自己，郭璞在私生活上更是变本加厉地进行着一场荒诞的自我放逐。史书中毫不避讳地记载了他此时的状态：4个字，嗜酒好色。那些仰慕他学问的江南名士兴冲冲地跑到郭璞的府上求教，却经常看到这位风水大师喝得酩酊大醉，衣衫不整地在院子里与朋友狂饮，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丝毫不掩饰自己对美色和肉欲的贪婪。有几次因为行为实在太过放荡，违反了朝廷的礼仪规范，有御史站出来严厉地弹劾他，但郭璞不仅没有收敛，反而表现得毫不在意，甚至当众嘲笑那些死守规矩的礼教之士。这种放浪形骸的做派，在崇尚魏晋风度的士族圈子里，被一些人看作是名士的狂放，但对于真正手握生杀大权的统治者来说，这种沉溺于声色犬马的术士，恰恰是最让人放心的一类人。一个连自己的欲望都控制不住，整天只知道喝酒找女人的神棍，怎么可能有图谋天下的政治野心？郭璞正是用这种看似自毁长城的堕落，为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防弹衣。他把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了注释《山海经》《尔雅》这些冷门古老的奇书上，把自己的才华牢牢地锁在了文字与星象的象牙塔里，坚决不向权力的核心迈出半步。然而，就在郭璞以为这套完美的伪装可以保全自己，在这个乱世中安度晚年的时候，命运却以一种冷酷的方式向他展示了玄学算法中那条无法更改的死亡宿命。在健康城的权贵圈子里，有一位名叫桓仪的名士与郭璞交情极深。他性格豪爽，不拘小节，经常跑到郭璞的府上喝酒畅谈。有一次，郭璞在书房里神色严肃地对桓仪说了一句警告：卿来慎勿入吾内室，入则既害我又害卿。意思是说，你以后来我家千万不要随便闯进我的内室，如果你进去了，不仅会害死我，也会害死你自己。这是一句带着强烈预言性质的严重警告，但桓仪只当是好友酒后的戏言，并没有放在心上。不久之后的一个黄昏，桓仪在别处喝得大醉，乘着酒兴摇摇晃晃地来到了郭璞的府邸。仆人说郭璞不在前厅，桓仪借着酒劲，竟然不顾仆人的阻拦，直接推门闯进了郭璞的内室。当他掀开内室的帷帐时，眼前的景象让他愣住了。郭璞并没有像平时那样高谈阔论或者研究术数，而是正和几个妇人在一起饮酒作乐，场面荒唐不堪。原本正在狂欢的郭璞听到脚步声，转头看到闯进来的是桓仪。他那副放荡不羁的面具瞬间碎裂，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无以复加的惊恐与绝望。史书记录了郭璞当时那句凄厉的绝望之语：吾与卿交情深挚，是以相告，今若此，吾与卿皆死矣。我们交往这么久，我早就警告过你，今天你真的闯进来了，我们两个人都死定了。桓仪被这声凄厉的吼叫惊出了一身冷汗，酒意瞬间醒了大半，看着老友那绝望的眼神，心中也升起了一股巨大的恐惧。这个细节在正史中留下了震撼的笔墨。郭璞其实早就通过卦象看到了自己和桓仪命运轨迹中那个致命的交汇点，他知道自己试图用声色犬马掩盖锋芒的伪装，终究无法抵挡天下大势的恐怖车轮。内室被撞破，就像是一个宿命的开关，代表着他苦苦维系的那道绝缘体防线被彻底击穿。这件看似荒诞的私交小事，成了笼罩在郭璞心头的一片死亡阴云。他很清楚，天机虽然可以被窥探，
但命运的死局却永远无法被轻易篡改。就在这次内侍闯入事件发生后不久，东晋朝堂上那座压抑已久的政治火山终于迎来了毁天灭地的爆发。驻守在荆州、手握重兵的大将军王敦，因为不满皇帝司马睿日益削弱王家势力的举动，悍然在武昌起兵，打着清君侧的旗号，率领凶悍的水军顺江而下，直扑建康。这场被称为王敦之乱的巨大动荡，将原本试图偏安一隅的东晋王朝再次推到了生死存亡的悬崖边上。刀光剑影瞬间撕裂了建康城那虚假的繁华，所有的臣子都面临着生与死的残酷战队。而远在荆州的王敦，为了给自己的叛乱增加名正言顺的筹码，竟然下令将远在建康的郭璞强行征召到了自己的大军之中。那个刻意躲避了权力核心大半生的绝缘体，被一双粗暴的大手硬生生地扯进了这场叛乱的最深处。王敦的军帐里刀斧森严，杀气腾腾。这位飞扬跋扈的权臣命人取来过草，让郭璞为此次举兵的吉凶拨罗。他要让这位名满天下的神算子当着全军将士的面为这次谋反起一卦。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的死亡路口，也是郭璞一生中遇到的最凶险的一道考题。如果郭璞顺着王敦的心意说出大吉大利、天命所归的预言，那么王敦的叛军就会士气大振，名正言顺地挥师东下，建康城将再次化为一片血海。而郭璞自己虽然能换来眼前的苟活甚至荣华富贵，但他将彻底沦为一个依附于叛贼的乱臣贼子。他曾经亲手为东晋王朝构建的中兴神话，他为了保全华夏血脉而规划的帝都建康，都将变成天下人耻笑的谎言。但如果郭璞在这个时候说出任何一个不吉利的字眼，以王敦那杀人不眨眼，连朝廷重臣都敢随意屠戮的残暴性格，郭璞的这颗大好头颅立刻就会在营帐内滚落。在漫长的岁月里，郭璞一直用装疯卖傻和纵情酒色来逃避权力的漩涡。他本以为自己可以作为一个旁观者，在玄学的世界里安全地度过这一生。但当历史的巨轮无情地碾压过来时，他发现自己避无可避，终于被逼到了退无可退的死角。郭璞的双手握着那一束藿草，掌心里感受着草茎传来的冰冷温度。他那张清瘦的脸上却渐渐浮现出了一种看透生死的异常平静。在晋书的真实记录中，郭璞没有任何犹豫，也没有试图用模棱两可的话术去敷衍这位残暴的权臣。他用大半生的隐忍和伪装换来的安全感，在这一刻已经被他自己彻底抛弃。在皇权倾覆、生灵涂炭的巨大危机面前，他决定用自己那枯瘦的脊梁去扛起一个名士最后的尊严。他缓缓地抬起双手，将手中的卡草举起，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松开了手指。几声清脆的撞击声在大帐内骤然响起，仿佛敲响了命运的丧钟。蚁草在粗糙的木案上旋转，最终静静地躺平，呈现出了一副错综复杂的卦象。郭璞低下头，目光在那棵草上扫过，那是一个充满了肃杀与败亡之气的凶卦。他知道卦象不会说谎，天道不会因为王敦手中的刀剑而改变他的运行轨迹。郭璞抬起头，迎上了王敦那充满压迫感的目光。他的脊背挺得笔直，就像一根拧折不弯的青竹。他没有用那些艰涩难懂的术数隐语，而是用一种整个大帐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的坚定声音吐出了两个字：无成。这两个字在寂静的营帐里犹如一道平地惊雷，震得所有叛军将领头皮发麻。没有成功，必败无疑，这就是郭璞当着叛军统帅的面给出的最终判决。王敦听到这两个字，那张病态的脸上瞬间青筋暴起，他的双手死死地抓住帅案的边缘，指甲几乎要抠进木头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平时看起来贪生怕死、
沉迷酒色的酸腐文人竟然敢在10万大军的军营里当面诅咒他起兵必败，这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冒犯，更是对他这次谋反行动最致命的心理打击。如果这个卦象传到外面，那些原本就心存疑虑的士兵和将领立刻就会军心动摇，不战自溃。王敦强压着胸中翻滚的怒火，还没有立刻拔刀，因为他心里还存着最后一丝侥幸。他觉得郭璞可能是在故弄玄虚，或者是想借此抬高自己的身价。王敦深吸了一口气，用一种充满了威胁和诱惑的语气，试图给郭璞最后一次改口的机会。他死死盯着郭璞，冷冷地问道：“先生是不是看错了卦象？不如再仔细看一遍，这关乎着天下的命运，也关乎着先生你自己的性命。”王敦的话语中杀机已经彻底暴露无遗。只要郭璞现在低个头，顺势改口说卦象变了，一切都还来得及。但郭璞却连看都没有再看那桌上的蓟草一眼，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捍卫真理的孤傲。对于一个将一生都奉献给了易学和术数的宗师来说，卦象就是他在这乱世中唯一的信仰。他可以为了生存而在难度路上用方术换取保护，可以为了避免猜忌而在健康城里装疯卖傻，但在大是大非的天道面前，在白纸黑字的卦象面前，他绝对不能容忍自己的信仰被世俗的权力所玷污。郭璞看着病入膏肓却依然野心勃勃的王敦，声音不仅没有丝毫颤抖，反而提高了几分。他根据正史的记载，坦然地给出了具体的解释：明公，您如果起兵叛乱，必然会招致大祸，而且失败就在眼前。但如果您现在肯放下兵器，放弃叛乱，退回武昌安心休养，那么您的寿命将不可估量，还能安度晚年。这番话不仅彻底堵死了王敦造反的合法性，甚至直接点破了王敦身体衰弱的现实。郭璞这是在严厉地警告他，如果强行造反，不仅事不成，连命都保不住。这种毫无保留的直言彻底撕破了王敦最后的伪装，也把郭璞自己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王敦的耐心终于被消耗殆尽，他那双浑浊的眼睛里喷射出了犹如实质般的凶光。既然你这个不知好歹的术士不能为我所用，反而动摇我的军心，那就只能用你的血来为我的大军祭旗了。一股浓烈的杀意瞬间笼罩了整个大帐，周围的刀斧手已经握紧了刀柄，只等主帅一声令下，就会将郭璞乱刀砍死。但王敦在下达最后的格杀令之前，他那扭曲的心理让他想要在这个视死如归的文人身上找回最后一丝胜利者的快感。他想要看到郭璞崩溃，想要看到这个自诩能看透天机的宗师在面对自己即将到来的死亡时露出凡人那种丑陋的恐惧。于是王敦猛地从卧榻上直起身子，拔出腰间的长剑，剑尖直指郭璞的咽喉。他一字一顿地抛出了那个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疑问：既然你算得这么准，既然你能算出我的寿命，那你有没有算过你自己还能活多久？郭璞那双看透了天地玄机的眼眸却没有流露出一丝对死亡的恐惧，他平静地迎着王敦那疯狂的目光，仿佛在看着一个已经死去的亡灵。在《晋书》这本吝啬笔墨的正史中，郭璞给出了那个千古流传、震撼人心的回答。他字字铿锵地说：我的寿命就在今天正午，命尽于今日日中。这短短的一句话不仅是一份对自己死亡时间的精准预言，更是一记狠狠抽在王敦脸上的响亮耳光。郭璞是在告诉这位不可一世的权臣，你以为是你用武力和权力杀了我？不，你错了，这只是天道早已安排好的宿命。我今天死在这里，不是因为你的强大，而是因为这是我命中注定的死期。你王敦不过是天道运行这盘大棋中一颗被命运摆布着用来执行死刑的棋子罢了。这种从根本上否定了王敦权威和主宰地位的回答，让王敦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暴躁与无力。
他原本想要在精神上彻底征服郭璞，结果却被郭璞用一种向死而生的蔑视无情的反杀。盛怒之下的王敦再也无法保持理智，他嘶吼着下达了处决的命令。左右的刀斧手一拥而上，粗暴地反剪住郭璞的双臂，将这位天下第一流的玄学宗师推出了中军大帐。大帐外的烈日正毒，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睛，但那些站在帐外目睹了这一切的叛军将领心中却感到了一阵刺骨的寒意。因为郭璞那句“我今天死”不仅宣判了他自己的命运，也无形中坐实了王敦谋反必败的那个凶卦。郭璞被五花大绑押送在通往刑场的那条颠簸的土路上，这本该是一条充满了恐惧、哭喊和挣扎的死亡之路，但对于郭璞来说，这更像是一场他早已在心中演练过无数次的归途。在这场生与死的终极对决中，郭璞为何要放弃自己引以为傲的求生算法？他早年在永嘉之乱时，可以为了活命而用方术讨好军阀照顾，可以为了躲避杀劫而装疯卖傻。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他却要选择一条明知必死的绝路？这并不是因为他活腻了，而是因为在这个吃人的乱世里，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比生命更加重要、值得他用鲜血去捍卫的东西。那是一种对大晋正统的绝对忠诚，是对天下苍生免遭再次屠戮的悲悯，也是对他自己那套玄学宿命论的绝对服从。他深知，如果自己为了苟活而顺从王敦，那王敦的叛军就会带着这种玄学上的合法性，一路烧杀抢掠，将刚刚安定下来的江南再次拉入地狱。他当年辅佐王导用紫微星光定鼎健康，是为了保全华夏的文明火种。今天他绝不能亲手毁掉这个他参与缔造的避风港，他要用自己的人头去打破王敦天命所归的政治幻梦，去给那些还在犹豫的朝廷守军注入抵抗到底的决心。这是一次惨烈的政治反哺，也是一个名士在乱世中能够做出的最悲壮的抉择。押解郭璞的囚车在正午刺眼的阳光下缓缓驶进了南岗刑场。这片荒凉的山岗上野草丛生，乌鸦在头顶盘旋，发出凄厉的叫声，但郭璞的脸上依然没有丝毫的惊慌失措。在《晋书·郭璞传》那严谨简练的史料中，为我们保留了这场行刑前令人毛骨悚然的几个画面。当时押送郭璞的士兵只是接到命令，要将这个触怒了大将军的囚犯押赴南岗斩首。南岗是一片荒凉的丘陵，到处都是乱坟和野草，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囚车停下后，领头的军官正准备随便找个平坦的地方布置刑场，被五花大绑的郭璞却缓缓地开了口。他没有求饶，也没有恐惧，用一种笃定的语气对押送的军官说：行刑的地方不在这里，一定是在2棵高大的柏树之下。军官听了觉得十分荒谬，这片荒岗上杂树丛生，哪里来的什么双柏树？但当他们押着郭璞继续向前走了几百步后，所有人都像被施了定身法一样僵立在原地。就在前方一个微微隆起的土丘旁，不多不少正好矗立着2棵参天的古柏，枝叶交错，遮天蔽日。士兵们咽了口唾沫，强压着心中的震惊，将郭璞推到了这2棵柏树之下。就在军官准备宣读死刑文书，让刽子手准备行刑的时候，郭璞突然又抬起头，目光在柏树那茂密的树冠上扫视了一圈。他平静地对周围已经有些发毛的士兵说：这棵树上应该还有一个喜鹊的窝。军官和士兵们纷纷抬起头，顺着郭璞的目光看去，但在层层叠叠的树叶中什么也没有看到。军官不耐烦地斥责道：树上根本没有什么雀巢，你不要死到临头还在这里故弄玄虚。郭璞微微摇了摇头，那张清瘦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悲悯的叹息。他指着树冠最深处树枝最为繁密的地方对士兵说：你们没有看清，再去那隐蔽的密枝深处搜寻一下。出于一种对未知力量的本能敬畏，
几名士兵真的搬来梯子，顺着树干爬了上去。当士兵扒开那层层密叶时，倒吸凉气的声音从树顶清晰地传了下来。在那里真的隐藏着一个巨大的，从地面上绝对无法用肉眼发现的喜鹊窝。这个被正史白纸黑字记录下来的细节，瞬间击溃了在场所有执行死刑的士兵的心理防线。他们手里的刀枪开始不自觉地颤抖，看向郭璞的眼神不再是看一个死囚，而是在仰视一个看透了生死的活神仙。但郭璞对命运的精准验证到这里还没有结束，他收回看向树冠的目光，将视线平移到了那个手握鬼头刀正准备行刑的刽子手身上。那个刽子手生得五大三粗，满脸横肉，一向杀人不眨眼。但当郭璞那双平静的眼睛注视着他时，他竟然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恐慌。郭璞看着他，突然开口问了一个日常却又在此情此景下显得无比诡异的问题：难道你忘了吗？当年我在经过建平时曾经送过你一套衣服。那个刽子手浑身剧烈的一震，握着刀的手猛地一松，沉重的鬼头刀险些砸在自己的脚上。他的脑海里瞬间闪回到了多年前，那时的他还在这支叛军中效力，只是一个在建平郡流浪快要被冻死的穷苦汉子。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一位路过的贵人看他可怜，脱下了自己的一套衣服送给了他，并且嘱咐他要记住这份恩情。而那个贵人的面孔在岁月的洗礼后，终于和眼前这个即将被他砍下头颅的死囚重叠在了一起。刽子手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泪水混合着汗水从他粗糙的脸上滑落。他终于明白，眼前这个人并不是在临时攀交情，而是在很多年前那个下雪的冬天就已经通过卦象看到了今天这场在南冈双柏树下的死劫。郭璞当年送出那套衣服不是为了求生，而是为了给命运那残酷的闭环补上最后一块精准的拼图。刽子手趴在地上泣不成声，连连磕头，死活也不肯举起手中的屠刀。这种连行刑者都崩溃的场面，在历朝历代的法场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最后监斩的军官在极度的恐惧中拔出长剑，威逼着其他士兵上前。在正午阳光最为刺眼的那一刻，代替那个痛哭流涕的刽子手，强行完成了这场充满着诡异与敬畏的斩首。郭璞死了，享年49岁。但他留在南冈刑场上的那几句话，却像是一场瘟疫，迅速在王敦的叛军大营里蔓延开来。当那些亲历了行刑过程的士兵跌跌撞撞地跑回军营，把双柏树、喜鹊窝和建平赠衣的细节一字不落地传扬开来时，10万叛军的士气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毁灭性打击。在那个迷信天命的时代，士兵们拿起武器造反需要的是上天的庇护和必胜的信念。但现在一个能对未来算得如此分毫不差的神仙，却用他的死地定下了一个起兵无成、必死无疑的血咒。既然郭璞对自己死亡的时间、地点，甚至是树上的鸟窝都预判得绝对准确，那他对大将军王敦即将战败身亡的预言又怎么可能有半点差池？恐慌的情绪就像决堤的洪水，在叛军的每一个营帐里肆虐。那些原本嚣张跋扈的叛军将领们在夜晚巡逻时变得疑神疑鬼，士兵们开始在私底下成群结队的逃亡。王敦坐在武昌的中军大帐里，听着手下的将领战战兢兢地汇报着南冈刑场上发生的一切，他那张原本就因为患病而蜡黄的脸瞬间变得毫无血色。他猛地拔出佩剑，将面前的帅案砍得木屑横飞，嘶吼着下令封锁消息，斩杀那些散播谣言的逃兵。但他挥舞的剑刃斩得断实体的头颅，却斩不断那弥漫在10万大军心头看不见摸不着的极度恐惧。王敦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一口殷红的鲜血从他口中喷出，洒在了那份刚刚拟好的进军路线上。郭璞那句明公如果退回武昌受命，还能不可估量的警告，像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在他的耳边反复回响。他终于意识到，自己虽然砍下了郭璞的头，
但在精神的战场上，他已经遭遇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败。郭璞用一条命换走了叛军最核心的战斗意志。与此同时，南岗刑场上发生的这一切，也通过密探的飞鸽传书，以最快的速度飞过了长江，飞进了建康城那座守备森严的皇宫深处。年轻的晋明帝司马绍正身披重甲，站在大殿的玉榻前，目光如炬。这位东晋历史上最英明果敢的帝王手里紧紧捏着那份沾着南岗泥土的情报。他深知郭璞的死意味着什么，这不是大晋的耻辱，而是吹响全面反击的号角。当全天下的臣民都知道，连那个洞察天机的神仙都用性命担保了叛贼必败时，朝廷这边的正义性和合法性就已经在无形中被推到了历史的最高点。司马绍转过身，看着殿内那些群情激愤的忠臣良将，猛地拔出了腰间的天子剑，剑锋直指长江对岸的武昌。在《晋书》的记载中，这位英勇的年轻帝王甚至曾经担起微服，亲自潜入王敦的叛军大营去侦察虚实。当皇帝的御驾亲征与郭璞那句起兵必败的血咒叠加在一起时，王敦大军那原本就摇摇欲坠的士气瞬间迎来了不可挽回的雪崩。长江水面上，朝廷的水师顺流而下，火箭如流星般划破夜空，将叛军的连环战船点燃成一片连绵的火海。岸上的叛军士兵听着四面八方传来的喊杀声，脑海里全都是那个南岗刑场上算无一策的神仙预言。他们彻底丧失了抵抗的意志，纷纷丢下兵器，成建制的向朝廷的军队投降。而此时，远在武昌的王敦正躺在病榻上，经受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凌迟。他那原本就因为常年征战和骄奢淫逸而垮掉的身体，在听到前线接连溃败的战报后急剧恶化。他每天在床榻上大口大口地咳着鲜血，甚至连坐起身的力气都没有了。在这生命的最后倒计时里，王敦的眼前反反复复出现的全都是郭璞在那个中军大帐里看着他时那种悲悯而又决绝的眼神。那句明公如果退回武昌受命还能不可估量的劝告，此刻变成了一把生锈的钝刀，在他的心头来回的切割。他终于真切地体会到了什么是天命不可违，什么是真正的绝望。泰宁2年的深秋，在郭璞被处决后仅仅过了数月，那个曾经不可一世、妄图颠覆大晋皇权的权臣王敦，在极度的不甘与恐惧中病死在了武昌的军营里。他甚至没能撑到看见自己的军队被彻底剿灭的那一天。王敦一死，叛军群龙无首，他的哥哥王涵和部将们虽然试图负隅顽抗，但在朝廷大军的猛烈围剿下，很快就灰飞烟灭。这场几乎要将东晋王朝推入万劫不复之地的惊天叛乱，就如同郭璞以观草推演的卦象中预示的那样，以一种毫无悬念的方式落下了耻辱的帷幕。叛乱平息后，晋明帝司马绍坐在建康城的太极殿上，看着满朝文武呈上来的平叛捷报。这位年轻的帝王并没有沉浸在胜利的狂喜中，他的目光越过大殿那高高的门槛，投向了城外南岗的方向。他深知这场胜利能够如此摧枯拉朽，除了将士用命，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那个用生命为大晋挡下致命一击的玄学宗师。司马绍立刻下达了一道震动朝野的平反诏书。在这份庄重肃穆的皇家文书中，皇帝用哀痛和崇敬的笔触高度赞扬了郭璞在面对叛贼时的宁折不弯。晋书中明确记载，朝廷正式追赠郭璞为弘农太守。弘农郡在西晋时期是赫赫有名的名门望族聚集地，将这个尊贵的太守头衔追赠给郭璞是东晋皇权对这位出身河东的名士在政治地位上给予的最高级别的盖棺定论。不仅如此，朝廷还赐予了郭璞丰厚的抚恤，让他的子孙能够继续在朝堂上享受家族的荣耀。这场迟来的平反洗清了郭璞身上那层被叛贼强加的血污，让他的名字堂堂正正地刻在了大晋王朝的忠臣名录上。但如果历史的馈赠仅仅停留在官职的追赠上，
那郭璞最多也只是一个青史留名的忠烈之臣，真正让他超越朝代的更迭，褪去凡人的肉身，最终走向神坛的是他那部在健康城里写下的千古奇书藏书，以及他那100%应验的预言能力。随着王敦之乱的彻底终结，郭璞当年所有的预言，从南渡路上的避祸，到健康城外的妖兽，再到王敦的败亡和自己死期的分毫不差，在天下士族和百姓的口耳相传中，被拼凑成了一幅完美无瑕的玄学神迹。江南的门阀士族们看着那些真实发生在眼前的历史走向，对郭璞留下的风水理论产生了近乎狂热的信仰。他们捧着那本不到2000字的藏书，字斟句酌，将其奉为不可违背的天道法则。在随后的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里，这股由郭璞掀起的风水狂潮，不仅没有随着东晋的灭亡而消散，反而像决堤的江水一样浩浩荡荡地漫过了长江，席卷了整个华夏大地。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无论他们是汉人、鲜卑人，还是蒙古人、满洲人，只要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建立政权，就必须接受这套由郭璞确立的风水地理学说。当大唐帝国的皇帝们在关中平原修建气势磅礴的昭陵和乾陵时，司天监的官员们手里捧着的依然是郭璞定下的藏风聚气、承生气也的理论准则。他们要在崇山峻岭之间寻找那条代表着皇权永固的隐秘龙脉。当大明王朝的朱棣决定迁都北京，修建气象万千的紫禁城和13陵时，那些顶级的风水相地大师依然是在郭璞划定的堪舆之数内，精确地计算着阴阳五行的方位。即使是到了大清帝国，那些位于河北的清东陵和清西陵背靠着雄伟的燕山山脉，面临着蜿蜒的河流，其选址的底层逻辑依然没有逃出郭璞当年在中山之巅写下的那些深奥口诀。郭璞的风水学说成了一种超越了政治和朝代的终极信仰，它不仅深深地嵌入了帝王将相的陵寝和宫殿之中，更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下沉到了每一个普通黎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在漫长的封建时代里，无论是富商大贾修建深宅大院，还是平头百姓安葬逝去的双亲，他们都会请来风水先生，手里拿着罗盘，口中念念有词的寻龙点穴。他们试图通过调整一块墓地的朝向、一扇大门的位置，来为自己的家族祈求福报，为子孙后代积攒气运。而这些风水先生在开盘看地之前，首先要供奉的祖师爷，就是那个在南岗刑场上从容赴死的中年男人。郭璞的名字在历史的长河中被彻底剥离了那个有血有肉、会喝酒、会恐惧的凡人形象，他被披上了神圣的道袍，端坐在了云雾缭绕的神龛之中。历代帝王为了彰显自己顺应天意，不断地给郭璞加封各种神圣的头衔。文人墨客在诗词歌赋中将他描绘成能够呼风唤雨、一时鬼神的陆地神仙，而那些在生活中遭遇了苦难、对未来充满迷茫的普通百姓，更是将他视为可以指点迷津的最后依靠。一座座供奉着郭璞的庙宇，在名山大川和乡野村落之间拔地而起，庙宇里的香火常年不绝，青烟袅袅升上天空，仿佛在诉说着千年不曾改变的敬畏。这个曾经在永嘉之乱的漫天黄沙中仓皇逃跑的落魄名士，这个曾经为了保全家族而小心翼翼地在乱世中周旋的术数大家，终于在死后获得了比任何生前的王侯将相都要长久、都要辉煌的终极胜利。他用自己的智慧和生命，在中国文化的基因里深深地打下了一个关于天地人合一的独特烙印。他所创造的那个风水世界，成为了中华文明中一个极具神秘色彩却又无比庞大坚固的文化符号。当历史的画卷缓缓展开，那神坛上的香火已经缭绕了整整1000多年，那缕缕青烟在岁月的长河中从未中断，见证了无数个王朝的兴衰与更迭。而在那高高的神坛之下，那些关于命运的迷惘，
关于未知的追问依然在无数个寂静的黑夜里萦绕在普通人的心头。因为无论时光流转多少个世纪，无论人类的城池修建得多么坚固，我们在面对那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那变幻莫测的无常命运时，内心深处的那种深深的无力感与恐惧感其实从未有过根本的改变。如果我们在这个宁静的夜晚试着剥去笼罩在郭璞身上那层层叠叠的神话外衣，褪去那些撒豆成兵、呼风唤雨的奇异色彩，去探寻这位风水鼻祖在正史文献中留下的真实足迹，你会发现他所穷尽一生去构建的这套玄学体系，其本质究竟是什么？在《晋书》的详细记载中，郭璞留给后世最重要、篇幅最浩大的学术遗产，其实并不是那些预言吉凶的神秘卦辞，而是他对2部古老典籍的穷守好经。一部是《尔雅》，一部是《山海经》。《尔雅》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训诂奇书，里面包含了繁杂的草木、虫鱼、飞禽走兽。郭璞用了整整18年的漫长岁月，将自己埋首于成堆的竹简之中，为这部枯燥的古籍作注。他绝没有凭借凭空想象去臆造，而是用一种近乎偏执的细致去观察大自然中每一个微小生命的生长规律。为了弄清楚一株古老植物的真实面貌，他会亲自去荒野深处寻觅它的踪迹；为了确定一种鸟类的迁徙路线，他会连续数个节气站在江边默默地凝视它。他记录下哪一种草药在惊蛰后发芽，哪一种候鸟在霜降前南飞。他观察江河水流的季节性涨落，分辨不同土壤在雨后的细微气味。这种日复一日枯燥的考证工作，与他那名满天下、能掐会算的玄学大师形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分明是一个极度严谨的古代自然学者在试图通过对万事万物的精确分类与定义，去寻找隐藏在纷繁复杂背后的天地秩序。因为郭璞比谁都清楚，所谓的风水玄机绝对不是悬在半空中的虚无缥缈，它是深深地扎根在对真实世界自然规律的极致掌握之上的。当一个人能够读懂大地上每一片叶子的凋零，能够听懂风穿过山谷时的回音，他自然就拥有了比普通人更加敏锐的预判能力，这才是他能够洞察先机的真实底气。而他为《山海经》作注的举动，则更加深刻地折射出了他在乱世中的哲学求索。《山海经》里描绘了一个充满了奇珍异兽、神怪传说的蛮荒世界。在那个永嘉之乱爆发、匈奴铁骑南下、无数家族家破人亡的至暗时刻，现实世界所呈现出来的残酷与血腥，其实比《山海经》里的怪物还要让人感到恐怖与绝望。人们突然发现，他们曾经熟知的那个讲究礼义廉耻的文明社会彻底崩塌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毫无底线、充满随机杀戮的蛮荒丛林。郭璞在颠沛流离的南渡路上提笔为那些神话传说中的怪物逐一命名，标注习性和产地。他在《山海经注》的序言中写下了一句充满了深邃哲学思辨的名言：世之所谓义，谓之其所以义；世之所谓不义，谓之其所以不义。他是在提醒世人，人们觉得那些神话怪物奇异，是因为不了解它们产生的客观自然环境。如果把时间的长河拉长，把空间的尺度放大，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超自然的灵异怪物。一切看似诡异的现象背后，都隐藏着一套更为宏大的自然法则。当他用注音释义的方式，把那些《山海经》里能吞云吐雾、长着3个脑袋6条腿的怪物变成竹简上一个个可以被朗读、被理解的文字符号时，他其实是在用学者的理性之光去驱散笼罩在人类心头的那片最原始的恐惧阴霾。在人类的认知规律里，恐惧永远来源于未知。当你给一个恐怖的怪物赋予了名字，确定了它的方位，总结了它的弱点，它就不再是一个不可名状的混沌噩梦，而变成了一个可以被认知甚至可以被规避的具体课题。郭璞是在用这种方式试图在那个失控的崩溃时代里重新建立起一种心理上的边界感。他是在告诉世人，
哪怕面对再恐怖的未知与战乱，只要我们努力去认知它、梳理它，我们就依然能够保持内心的一丝清明，不至于在恐慌中彻底丧失理智。这种试图在混乱中建立秩序，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的哲学内核，最终完美地凝聚在了他那部名垂千古的藏书之中。我们今天再去翻阅那句著名的成声器，也不应该仅仅把它当成一句寻找墓地的口诀，那是郭璞在经历了无数的死亡与离别之后，为深陷绝望的南渡士族开出的一剂终极解药。在人命如草芥的年代，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阻挡历史车轮的无情碾压。门阀士族们无法决定明天会不会被乱军杀死，无法决定朝廷的政局会不会突然倾覆，他们丧失了对现实世界的一切掌控感。而郭璞通过风水学的山川布局，给了他们一个看似可以掌控未来的精神抓手。只要我们按照方位之理的指引，找到那处藏风聚气的所在，我们就仿佛与天地间那种永恒不息的生命能量建立了一种神圣的契约。哪怕我们的肉体即将消亡，哪怕我们的时代充满了动荡，我们的家族血脉，我们的精神传承依然可以借助这股天地的生气，在未知的岁月中生生不息。这难道不是人类在面对浩瀚宇宙和残酷命运时最悲壮也最伟大的一种自我救赎吗？风水玄学的最高境界，从来不是追求什么虚妄的长生不老，也不是为了点石成金，它是一门关于如何妥善安放人类恐惧与焦虑的宏大学问。它教会古人在不可抗拒的自然灾难和历史洪流面前，保持一种顺应天地规律的敬畏之心，同时又在绝境中保留下一颗相信生机依然存在的希望种子。当时间的车轮滚滚驶入我们今天这个看似高度文明、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我们虽然早已远离了永嘉之乱那种兵荒马乱、流离失所的血腥岁月，我们不再需要用一束干草去预测明天是否会遭遇冰灾，但如果我们静下心来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你会发现那种萦绕在现代人头顶的不确定性焦虑，其实一刻也没有真正消散过。我们在钢筋水泥的城市森林里奔波，面对着时代的急剧变革，面对着突如其来的疾病、猝不及防的离别，以及生活轨迹中那些根本无法预测的随机起伏，我们同样会感到迷茫，同样会感到个人的力量在时代大潮面前的渺小与无力。在这个时候，我们或许不需要再去研读那些晦涩难懂的阴阳八卦，但郭璞用他那跌宕起伏的一生所诠释的生存哲学，依然像一座跨越千年的灯塔，在黑夜的海面上为我们投射下一道温和而坚定的光芒。他告诉我们，生命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了变数与危机的旅程。既然我们无法阻挡风暴的来临，无法穷尽宇宙的所有未知，那就试着去接纳这种不确定性，去观察和顺应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在那些我们无法改变的宏大命运面前，保持一份坦然接受的平静。就像郭璞在南冈的刑场上面对死亡时那份不可撼动的从容，他深知天命不可违，所以他没有做任何无谓的挣扎，而是以一种最高贵的姿态完成了与这个世界的告别。而在那些我们能够自己掌控的微小日常里，就像他耗费18年光阴去一丝不苟地注解一草一木那样，去认真地过好每一个当下，去悉心照料自己生活中的那一处藏风聚气的角落，去守护好内心的那一份生机与平和。无论外面的世界多么喧嚣，多么动荡，只要你内心的那股生气没有消散，你就能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安宁之地。今晚的故事到这里就要落下帷幕了，感谢你在这个安静的夜里陪我一起走过了郭璞那充满着奇幻与智慧的一生。当窗外的月光穿过岁月的尘埃，静静地洒在你的床前时，请试着放下你白天的所有防备和焦虑，
卸下那些沉重的心理包袱，在这份跨越千年的历史回响中，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内心平静，去倾听夜风穿过城市建筑的声音，那或许也是一种来自天地的温柔呼吸。愿你在梦中没有那些复杂的利益博弈，也没有那些让人精疲力竭的人情世故，只有一片纯粹的、浩瀚的，可以让你完全放松的静谧星空。无论明天的世界将带来怎样的未知与变局，请相信你都有足够的智慧和力量去迎接生命中那道破晓的晨光。晚安，好梦。